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第3季，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由于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的擂主仍然还是没能坚持到最后1对23胜利，所以又有2位新的成员要出现在我们的对战台上。是的，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2位选手，他们分别是谢一阳、孙兆仁。有请2位进入对战席。接下来听听你们的对战宣言，好不好？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走了。我觉得他发挥失常的概率要大一点，因为我一直坐在他旁边嘛，他的发挥就忽上忽下，然后下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点。我的对战宣言是盼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我想在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用一双科学的慧眼去发现美，发现自然规律的魅力。他们的对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下一道实验题。哎，你是球迷吗？我是球迷，但我自己不会踢。手里拿的是真足球，这是真足球，而且是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用球，是决赛阶段的用球，就专用球。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其实是体育运动当中我们经常会讨论到的一些科学的原理。但是我们俩最没有资格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也不会踢足球。接下来要请出一位，真的是一位神秘大嘉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请出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著名足球运动员卡洛斯。Hola, How are you? Hola, Hello.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欢迎卡洛斯。罗伯托·卡洛斯，前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他爆发力强，射门力量大，一系列的左脚重炮冠绝足坛。他的足球生涯共计出场1127次，曾夺得1次世界杯冠军、2次美洲杯冠军、3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4次西甲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被称为世界级任意球大师，世界最伟大的左后卫。欢迎卡洛斯先生来到中国，来到《加油向未来》这个节目。这档节目是给很多的孩子普及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科学的知识。Perfetto. Isso é muito importante. 今天我们想让卡洛斯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他作为守门员，然后卡洛斯一脚任意球，以他最大的力量。那个，给我把那个美式橄榄球的头盔什么都拿来，我天！我们今天想跟卡洛斯一起来个互动，好不好？好，来，让我们跟随卡洛斯一起进入实验区。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装置，其实是用汽车轮胎涂成了不同的颜色。这不同的颜色呢，我们会代表不同的分值。蓝色是1分，绿色是2分，黄色是3分，红色是5分。不知道卡洛斯先生愿不愿意试一下？Vai. 好， Vai.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哇！哇！太厉害了吧！黄色是3分，帅气。卡洛斯擅长用他的左脚。哇！哇！好精准！哇！从卡洛斯先生上场，我们就一直在提1997年那个让全世界震惊，甚至很多人说违反了物理规律的那一脚任意球。那么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景？鉴于今天在座的很多是97年以后出生的，所以让你们回顾一下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
排在第1位的进球，毫无疑问来自于1997年的4国赛，巴西队1比1战平法国队的比赛。哇！看到那个弧线了吗？这是一个在守门员甚至站在原地都没动的弧线球，此球犹如天外飞仙，在即将偏转出界的一刹那，以为是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守门员甚至没有动。哇！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其实就和弧线球或者大家所说的香蕉球有关。但是在现场，由于场地限制，我们没法再现这个题目所需的条件，所以我们在场外有请卡洛斯先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第1道实验题，请看大屏幕。We're arriving. Let's go.哇！现在这颗足球摆放的位置，在97年就是在这个位置，距离球门40码，也就是36.5米处，卡洛斯先生踢出了惊世骇俗的一脚任意球，让我们铭记在心。既然现在卡洛斯就在咱们面前，我们要不要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任意球的魅力 ？Are you ready? Yes. Let's do it. Okay. 来吧。哇！哇！哇！高亮！哇！真的是一个弧线球。非常棒，非常棒！刚才我们真的是十分的幸运，能够在现场亲身的感受了一把卡洛斯的左脚外脚背任意球，太棒了！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现在卡洛斯先生自己的状态怎么样了 Legal. Apesar que hoje está muito quente aqui, mas conseguimos treinar bem, conseguimos bater umas faltas, nos divertimos, isso é importante. 哇，那这就太棒了，找回了当年当球员时的职业状态。我们今天其实真正的科学挑战，并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咱们身后的角球区底线附近。Okay, let's see that. Let's move. Go. 现在我和卡洛斯来到了角球区，咱们都知道哈，底线和这个球门的距离就是0度。哇，这么简单吗？我们的真正实验难度不在这儿。正如大家所见，现在我们在底线之外负角度的地方放置了3个足球点，分别是距离1.5米、3米以及4米的地方，对应了 A、B、C 3个点。所以在这儿，我们卡洛斯要用极致弧线的形式进球破门，才是你今天的终极科学实验哦。那么现在，问题也就来了，请现场所有的猜想团成员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基于卡洛斯0角度球的初始速度和转速，它的初始速度是116公里每小时，球的转速是6.8转每秒。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值之下，各位猜想至少远离底线多少米，球就不可以完成弧线入门了 ？A 1.5米 ，B 3米 ，C 4米 ，D 都可以。我选 D， 我相信他。应该是水里最大的那个镜子。看看大家的选择。孙兆仁选了 B， 先听听你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个球踢得进去？然后我是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物理模型，就是他踢球的这个点和右门柱、左门柱，他们3个点能不能画出一道弧线来？嗯哼，对，我会觉得曲率半径太非常不自然了。对对对，好，他认为弧度太大了。D。根据刚才那段 VCR， 我觉得他在绕人墙的时候，应该那个距离4米也可以踢进去的样子。我觉得那个弧线弯得非常的大，
从球出脚对，到它偏离最大的时候，应该是超出4米了，你觉得？我觉得应该会超出4米。究竟答案会是哪一个？我们来看卡洛斯先生在场外为我们进行的验证。我们的正确选项到底会是哪一个呢？哈哈，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最伟大的左后卫罗伯特·卡洛斯了。我们就先从选项 A 开始验证。Are you ready? Yes. Do it. 用我口哨。进了。A 很轻松，1.5米没有问题。A Out. out 。那接下来的挑战就是 B， 哇，又远了很多，角度其实负的一点点，这个其实难度会提高很大。现在感觉怎么 Very 样 difficult, yeah. ？Very It is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yeah. We'll try. I go. Okay. Okay. Come on. 进了。现在最困难的 C 摆在你的面前，哇，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How do you feel now? More difficult. We have confidence. Yes. Yes. Yeah. Okay. Okay. Yeah. 意思就是天空飘过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结果到底怎么样？咱们试一试。准备 ，Are you ready? 3, 2, 1。Oh my god！ 哇，他几乎擦着球门。听听曹老师的解析吧。足球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物体在空气这种流体里面的运动，除了它自己有个平动的速度，我们知道速度还是个矢量，光有数值不行，还要有方向。而一个三维物体的转动，光转动本身就要用欧拉角的方式来描述的话，那就要用3个量。这还是光说了球，我们还没说空气。而空气本身这样的一个流体就是怎么流，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描述它的这个方程就是这个所谓的 Navier-Stokes 方程。Navier-Stokes 方程到目前为止也是数学上非常难解的方程，基本上大家现在只能求助于计算机的数值解，太复杂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其实这个轨迹是可以模拟的。在这之前，实验员分别测试了每一脚球初始时刻的速度和角速度。就 C 选项而言，球的初始速度为每小时122公里，通过回放视频推算，转速为10.7转每秒。那么，当我们把这些数值输入可以确定足球初始飞行条件的发球机时，如果已然可以进球，就证明了足球轨迹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与造成相应初始条件的人为因素无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足球飞行后面有个边界层的概念，就是空气动力学的创始人那个鼻祖 Pareto 教授提出来的。那么 Pareto 教授有一个了不起的学生，就是冯卡门教授啊。冯卡门教授把空气动力学就又往前发展，并且用于火箭。那么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就是冯卡门先生有一个了不起的弟子，就是我们的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也是一个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他为我们国家的导弹事业啊、火箭事业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谢谢。好，非常遗憾，这道题孙兆仁没能得分，恭喜我们的小擂主率先拿到1分，正确答案就是 D。两位现在1比0，是的。但是谁能够继续在这个台上站下去，要看接下来2位1对1答题环节的表现。那么，让我们一起进入答题区。加油！孙兆仁、谢一阳2位选手做好准备。现在谢一阳是1分领先，孙兆仁你要加油了。好，请面对你们的5道线索抢答题，请听第1题。自然界中
有100多种基本的金属和非金属物质，它们在元素周期表中占有一席之地。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元素的名字。好，线索1，它是密度很小的一种金属，在航空航天领域有重要应用。密度小，太简单了。线索2，它不易生锈。钛。钛在常温中氧化不是容易吧？这个我真不知道。回答错误。啊？冒了一下险，因为铝和钛，然后我觉得钛好像更适合用作航天材料，我就选了钛。对。松下一口气来，我都非常感谢他帮我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我们来把线索2听完整。它不易生锈，因为它的表面可以形成致密氧化层。铝。先别急着鼓掌，请听线索3。它曾经价格昂贵，后来变得非常便宜，已普及到千家万户。线索4，它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它的单质很罕见。正确答案是铝。恭喜谢一阳得到1分，现在是2比0。接下来，请听你们的第2题。英雄辈出的事迹少不了痴迷数学的英雄，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数学家。蛮激动的，因为确信我对数学家的了解会比谢阳同学稍微强一些，因为毕竟我是有物理竞赛的底子在，也了解很多稍微高等一点的公式。特别紧张，对于这种猜人名的这件事情，一向都是我所不擅长的。线索1，他13岁上大学，19岁获得博士学位，是瑞士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数学家之一。多产。我听到瑞士的时候是错。欧拉。欧拉是个大神。莱布尼斯是哪儿的？莱布尼斯我有错。线索2，数学课本中的自然指数符号 e， 虚数单位符号 i， 函数符号 fx， 都是他创造的。说出来他创立了虚数还有自然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答案了。欧拉公式啊！E 的派 4方加1等于0。还没有人抢答吗？很多都是高等数学的范畴，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他没有接触过。我觉得我这道题是一定答不对了。线索3，他心算能力和记忆力超强，双目先后失明，但依靠口述著有几本书和几百篇论文。欧拉几何啊？定律。欧拉。线索4，他解决了哥尼斯堡7桥问题，还曾提出恒等式将数学中最常见的常数联系在一起。该恒等式被誉为史上最完美的数学公式。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记得欧拉。没错。答对了。目前场上比分是2比1，请听第3题。气体无形，却真实存在，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气体的名称。线索1，通常条件下它不易燃烧。啥呀？氮气，肯定是氮气。氮气不变啊。它不易燃烧。氮气不可能，应该是水蒸气。不是氮气就是氦气。线索2，与它对应的液态物质常用于物理、化学及生物实验。敢抢啊！水蒸气18。我想了个氦，我觉得氦气有可能。哦。啥？指的到底是小夜店的那个雾，还是指的是？这还真不好说。线索3，它由2种元素组成，它在空气中的比例随地域、季节和天气变化较大。好，
二氧化碳。我当时看到谢阳同学已经要抢了，而且我估计他要说的答案和我差不多。刚听到有2种元素组成的时候，其实我想开始拍就抢二氧化碳的。你的回答是？错误的。错误的。二氧化碳比空气质量要大啊。第3个线索是，它随着季节还有地点的变化，含量会有变化嘛。二氧化碳其实是符合这个规律的，然后在森林里和在沙漠里，然后和在城市里，二氧化碳的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二氧化碳。线索4：常温常压下，它的密度比空气小。密度比空气小，那肯定是氮气，氮气肯定是氮气。氮气的浓度基本是不变的。氮气。大哥，2种元素。氮气。氮气在空气中的比例随着地域、季节和天气变化会很大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既然氮水环这种东西存在，应该还是会变。好的，我不知道现场的各位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陈哥。其实这个答案可能你们都没想到，它是水蒸气。水蒸气是一种气体吗？水蒸气的确是一种气体，但是我们看到煮沸水之后往上飘的并不是水蒸气，它是水蒸气和周围空气凝结而成的小液滴。所以说一般人会把水蒸气误认成了小的液体。徐晨哥，很抱歉，是水蒸气。听完所有的线索之后，我也没有想到会是水蒸气，我已经完全忘了它有2种元素组成这回事儿了，脑子里就只有氮气。很遗憾，2位都没有得分，那我们就继续进入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准确说出一类动物的名称。线索1：前部钝圆，尾部细，吻短口小，无腹鳍。小无腹鳍。知道了哈，这个线索收到了啊。好。草鱼、鲢鱼，反正这俩。鲢鱼嘴巴真不小，我知道草鱼不是，别的我都不知道。就是那个刺豚啊。河豚是没腹鳍的，这我知道。那是河豚。河豚肯定不是，河豚在中国没有。线索2：颌骨牙齿很有力，鱼虾蟹贝不挑剔。我是真的不知道，虽然我觉得它应该可能会偏水生，但是对这方面还是不太了解。河豚吃肉食的吗？不知道。鲢鱼的那个咬合力特别强。线索3：吸水吹气本领强。孙兆仁，河豚。好，他说出了一个答案，河豚。我来补充一下最后2个线索啊。线索3：吸水吹气本领强，遇到危险就膨胀。线索4：肉鲜味美堪称王，深藏剧毒不夸张。恭喜你答对了，那么比分打平了2-2。心里就是很紧张的那种感觉。如果我下一题要是不答对的话，我就让孙兆仁成为本季第1个在实验题答错的情况下还逆风翻盘了的选手。我一定要求稳，不要那么急于下判断。但是同时，如果要是真的有把握，我一定不手软。接下来是最后一道题，非常的关键，它将决定谁在第2轮实验题当中依然可以留在答题台上。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天体名称。线索1：它的样子和银河系相似，是肉眼可以看到的最远天体之一。哎呦，不知道。河外星系。它的样子和银河系相似，就不是银河系了。2个不规则星系都是矮灵。应该是相连的。线索2：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最早测量了我们到它的距离，确定是一个河外星系。哪个是椭圆星系来着？不知道。线索3：苹果电脑中有一款颇受欢迎的壁纸，就是这个星系的照片 PS 修改而成的。
类似 Mac OS 10.7的默认壁纸，很有可能是仙女座吧。线索4，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漩涡星系。根据天文学家计算，它在约40亿年后将会与银河系相遇，甚至相撞。在听到这个题是天文题的时候就已经凉了，但是没准对面也不会呢。先等看他能不能回答上来。我脑海里就一直浮现着仙女座大幸运，可以搏一搏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特别确定是那个答案，因为我看他也还蛮忐忑的。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既然我脑海里只有这一个星系的名字，我就说它吧。我觉得应该是仙女座大星系。应该是仙女的，应该是仙女的。星座下星云对 M31，确定？我确定。好，那就让我来告诉各位，根据天文学家计算，它正满怀爱意，以每秒约30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飞奔而来，在大约40亿年之后会和银河系相遇，共同组成一个椭圆星系大家庭。它因属于仙女座而得名，仙女座星系。恭喜谢一阳在这轮答题当中3比2胜出。也还蛮正常的吧，因为确实那个题我就是真的不会，策略也有一些失误，就在第一道线索题的时候还是有点太冒进了。战胜孙兆仁这一点，我在之前就没有想到，因为他毕竟是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我的运气成分啦。那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积分榜上的排名是否有变化呢？谢一阳已经进入我们的进榜了，积分1分。如果说你接下来还能势如破竹向前冲，我们的积分还会继续增长的。但是孙兆仁很遗憾，这是上天的事儿，咱们都是踏踏实实做建筑学，没关系，各有所长。谢谢孙兆仁，掌声送给他。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下一阶段的补位选手，在我们前一轮答题当中速度最快、正确率最高的陈坤宇。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陈坤宇走上对战台。王者归来，继续荣耀。接下来，我要请出我的助手 S-Man 为我们介绍陈坤宇他的战斗力。陈坤宇，量子物理攻辩手，再次出战，加油！其实我是没想到的，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一排所有人都全对了，对面肯定还有其他全对了。真的没有想到会是陈坤宇，我觉得对战陈坤宇，我已经可以开始用玩的心态来比赛了。陈坤宇，你再次走上对战台，你的对战宣言有变化吗？我的新对战宣言是：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总会回来的。好的，谢谢陈坤宇，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道实验题。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好面熟，陈坤宇今天又再次站在了对战台。他是目前积分榜上排名第一的，是的，以5分排在积分榜首位。第一个孙兆仁是清华的，上来一个陈坤宇又是清华的。如果这一把陈坤宇又被他给打回去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名字叫清华杀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一轮双方表现如何。我们的科技不光是在身边的这些日常的小事情当中体现得非常的充分，更是在一些大的领域里面带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包括我们的很多国之重器，那就更不用说了，背后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去年中国的大飞机919，但是去年首飞之后，关于它的消息呢，就不像去年首飞前后那么多了。对，是因为它现在要开始进入到这个拿各种证，
因为你要进入商业运行的话，你是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试验的数据的支持和审批。所以最近919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不知道吧？在冲刺阶段吧。对，最近919在航空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上海分部正在面临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究竟是什么考验呢？我们连线一下外景实验的小陆。小陆你好。小尼、小撒，现场的各位选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的心情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不仅因为我站在了一面巨大的国旗前，还因为正如大家所见，我身旁的这就是我们国产大飞机 C919的整体结构。航空工业强度所又叫做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是我国航空工业唯一的飞机强度研究与验证中心。具有代表国家对新研制飞机强度进行验证试验，并给出验证结论的职能。其实可以这么说，如果飞机想要上天，就必须要经过航空工业强度所的严格考验，来取得允许飞行的通行证。那么今天我们的试验就是要考验一下我们的飞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了空气颠簸，在下降需要提拉回来的过程中，我们的机翼能否经受得住巨大的空气升力？那么接下来的试验细则呢，我们就有请航空工业强度研究所的专家唐吉运为大家介绍一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全机静力实验。全机静力实验呢，是整个飞机研制过程中重要的地面实验，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加载装置和一套完整的系统来模拟飞机在空中受到的空气动力、发动机推力等一系列复杂的载荷，真实的施加到飞机上，以测得飞机结构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是否满足强度要求，是验证飞机结构强度的重要手段。现在呢，我们航空工业强度所呢这次准备的是 C919整个静力实验过程中呢最严酷的一个工况之一，也是业内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的实验。为了准确地把载荷施加到飞机上，布置了96个加载点、机翼、机身、发动机等等。这次实验的载荷设定为150%的限制载荷实验，也就是极限载荷实验。这一次实验呢，整个飞机单面向上的载荷达到近100吨，飞机呢向上变形要超过3米。一会儿呢，大家能看到，作动筒呢会给飞机机翼上去逐渐加载，以考核飞机的承载能力。极限载荷的拉力测试，现在您看到了啊，我们的机翼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这种载荷点。没猜错的话，试验开始，我们的这个机翼啊，真的会被拉变形吗？不但会变形，而且会很大。你将会比较看到震撼的场面。那架飞机最外端的翼尖呢，要达到3米以上。3米？3米！我现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真的是挺可怕的，但是这确实是为了我们在飞上天之后的一个安全保障进行的这么一个测试。是。好，现在您看到了，我身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做最后的试验准备了。那么我们的极限载荷的静力测试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在开始 C919飞机全机 2.5G 机动平衡工况，极限载荷近150%限制载荷静力实验，加载到10%。10%到。测量。它就不断的往上加这个力量。测量完毕。看看各个数值下的，是要一直要加到150%啊！哦，这飞机翅膀已经加载到40%。我的天！我翘起来了！哎呦40%到。测量。现在的载荷已经加到了40%，这个力量相当于机身自身重量的1倍了。我们看到，现在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加载。哇！加载到100%。哎呀，哇！我老感觉，对，咔嚓一下已经加到了100%。哇！飞机的机翼已经明显变形了。哎呦，我知道这个承受的力量相当于它自身重量的2.5倍啊！还在继续加载，急速下降的2倍，空气会把它150。我的个天哪！翼尖已经上翘了150%到，我觉得不止3米。
3秒到。现在的载荷已经加到了150%，这个重量相当于机身自身重量的3.75倍。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现在整个机翼已经被吊起来了3米高。但即便是这样，机翼和机身还是没有明显的破坏。卸载。卸载。哎，松口气。哇！这么能看得很清楚，它幅度非常大。小鸡小撒，刚才我们共同见证了 C919全机静力试验的完满成功。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可以说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这也标志着我们航空工业飞机强度静力试验技术的进步。国家生产的飞机在交付使用前都要进行这样复杂而严谨的地面试验。而航空工业强度所作为我国唯一的地面验证机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试验方法和技术。这些验证方法经过一代一代的技术人员不断的完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每一架飞机能够自由地翱翔天空，都离不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航空人的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让我们向中国航空人致敬。刚才您看到了，国产大飞机 C919之所以能够承载这么大的重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机翼里面的承载结构。那么我们的问题也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承载结构呢？交给现场。看完刚才那个，我感觉最后这个机翼在放下来的时候，如果飞机也有生命的话，它一定会说，好舒服，松了口气，感觉像松骨一样。说的轻松，但是过程肯定不简单。对，上翘了将近，我觉得都超过3米，不止哈。感觉从这个镜头看，但是这真的挺难的。对。但是究竟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在自主研发的进程里，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今天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来宾，对，我们要有请 C919飞机副主任设计师、C919静力试验的负责人赵飓峰。赵主任你好，欢迎您，欢迎您。赵主任你好，小撒、小迪两位主持人好。这是一架919的飞机模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静力试验，除了测试这个机翼部分的可靠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呢？那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就这样一副薄薄的机翼，它要提供2.5倍整个飞机重量来支持飞机在天上飞。那刚才看到的是极限载荷，还有一个安全系数。实际上它这个机翼要提供3.75倍的这个整个飞机的重量。在什么情况下机翼要承受3.75倍飞机的重量？这个我们在规范里只是说可能遇到的最严重情况。对，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大家坐过山车的时候，它从上面冲下来。拉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加速度，往上走的时候，这个飞机机翼上要提供一个很大的升力往上去。所以这个实验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我们这个实验就是我们上天试飞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有一些特殊的天气状况，有一些特殊的地理环境，是需要这个飞机要经受不同程度的这种考核和检验。对，但这还只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之一。是的，我们在大飞机自主研制的这条道路上，还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对于我们结构工程师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飞机需要一个高的承载能力，但是我们又需要设计一个轻量化的结构，所以说最轻的结构是我们航空工程师永远的追求目标。所以在材料方面、结构的设计方面，都是要绞尽脑汁。对，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也共同期待着这个目标的实现。谢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介绍，谢谢您，谢谢。关于结构呢，可能它里面涉及到太多非常专业的一些数据以及设计的理念。不过，结构在我们身边是随处可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结构能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物理表现？这个还真大有说头。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这道实验题就和结构有关。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在我身后是一面实验用的道具墙，这面墙的高度是4米，
宽是6米，在3.5米的高度的地方，伸出来了3根横梁，横截面分别是等边三角形、工字形和正方形。这3根横梁，它的长度都是4米，而它的横截面积是一样的，114平方厘米。待会儿呢，我们会邀请3个人坐在我们这个横梁前方的座椅上。我们其中一位是今天我们节目组请到的一位特殊嘉宾，他的体重是120公斤。所以稍后我们将按照他的体重作为一个上限，另外2位根据他们的体重，我们加上适当的配重，让他都达到120公斤。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相同长度、横截面积以及相同材料制成的横梁，在前面加上120公斤的负重之后，可以被推得最远。A. 等边三角形 B. 工字形 C. 正方形。这里面的加固结构就是工字形的，为什么是工字形？地的摆放方向有没有原因？有啊，当然有啊。请亮答案。陈坤宇选了 B， 我们的阳光美少女选的也是 B。所有人统一选的都是 B 啊，就一个答案了，对吗？对，就一个答案。来听听2位怎么说吧。谢一阳。我一向认为那种长方体的那种是不太稳的。然后 A 虽然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但是它上面受到的压强应该会更大，因为它就一条线下来。然后 B 就感觉它整个从压强的那个受力面积那块来讲也是稍微比较稳的，而且他们在很多建材中也有用到这种形状的结构，对，工字形的。所以 B 看上去最敦实。啊。陈宇，这题考的应该是横梁的抗弯折性，我觉得应该是 B， 因为 B 的话中间比2端要相对窄一点，给它压缩的话，可能中心受力最大，它可能会倾向于往2边膨胀，让它变得会更均匀一些，而不像 A 和 C 会向2边膨胀，甚至有开裂趋势，所以我选 B。好，谢谢。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嘉宾，好不好？好的，掌声有请北京市柔道锦标赛100公斤级冠军向凯旋。还是算了。凯旋你好，欢迎凯旋，欢迎来到现场。体重是120公斤级。好，有一个人已经定了，他是120公斤，而且他们的体重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对，然后，你肯定是要参加的，这个你心里应该知道吧？我知道。没有哪一个这种充满危险的实验是缺少。我还本来存了一丝侥幸，当你说120公斤的时候，一点侥幸都不要有。你算70公斤，对，我们再找一位介乎2位之间80公斤左右的。旭远，你有80公斤吗？哦，真的有。好，你有80公斤。高旭远，你来。有80啊。 3位自己挑选形状吧。那我就挑选那个正方形吧。好的，我来三角吧。那小妮是剩下工字形。我是工字形吗？对，我挑工字形。所以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么多人选工字形，应该是能坚持到最后。来，有请3位穿上安全防护装置，谢谢。小迪，3位现在都已经坐上了我们的实验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验证。首先，我们先将3条横梁同时往前推到150厘米处，我们来看看3根横梁的材料的情况。来，首先有请实验员将3位推出150厘米。好，全体人员准备，将所有横梁推到1.5米处。
上快旋。哇，这么快！好，其他两个衡量继续。等一下，这么快？不会吧？好，萨老师，所有衡量都已达到指定位置。好，只有2根达到指定位置，工字形和正方形。接下来我们把工字形和正方形继续推动到250厘米处。太可怕了！全体人员准备，将所有衡量推到2.5米处。推。现在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往前推。凯旋做的这个正方形，弯曲的也很厉害。凯旋，兄弟们，不要再推了，继续往前推到2.5米。验证结束，验证结束，验证结束。不要管座位上这个人在说什么。工字形已经验证完继续往前推到2.5米。工字形很结实。给我的指示是，若衡量还未断，慢慢推到顶点处。人员准备，工字梁继续往前推进，工字梁继续往前，我看看它的极限在哪里。3米处。衡量弯了吗？弯。工字梁继续往前推进，工字梁继续往前，我看看它的极限在哪里。还推啊！够了！哇，还可以，还可以，已经到达3.5米了。等一下，这个心理折磨真的太可怕了。我这样的人把小尼放中间。工字梁已经达到极限位置。好了，极限了。我已经听到这个材料在爆裂的声音。小尼，你晃一下，你试一下，小尼。小尼，来，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海。哇，很厉害，很厉害！趁现在够了，谢谢。下来，我看来工字形的材料确实很厉害。什么感觉，凯旋？没有什么感觉，一般我们被摔的时候也是跟那种感觉差不多，突然失重的感觉。对，高旭远有没有想到那么快？我没有想到，我开始还在想，应该最开始的那个只是让我们准备，没想到一开始就下来。所以三角形显然看来在这当中是抗折性最差的。正确答案 B， 工字形坚持到了最后。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达成了，就是不被陈坤宇6比0战胜。曹老师，您给我们做科学解释。同样的材料，为什么有的形状容易断，有的形状不容易断？梁本身的几何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牵扯到的几何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面积，关于那个弯曲那个地方那个转轴的2阶距，就是或者说是每一处的面积乘上到达这个支点的距离的平方这样一个物理量。而这个量是描述梁弯曲的一个重要物理量。今天我们这个实验是从919开始，那么同样也回到 C919的测试的这个问题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在现场，大伙已经看到了这个工字形结构它的一个抗压性和抗弯性。那么现在我们把目光看向这里，哇，这个
就是我们国产大飞机 C919的尾翼啊。拆开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这儿，您看，哎，就是用的这样一个弓字形的结构。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并且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民用喷气式飞机。从我国开始自主研制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时间。这1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做过无数次类似这样的试验，每一次试验，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严谨而细致的场景。所以，一架飞机的升空，这背后是无数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没错，尤其是这还是我们国家的第1架大飞机，是几10年来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设计师的心血。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把掌声送给 C919背后的每一位无名英雄，向你们致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本轮答题区。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2位已经走上了我们的对战台，一位是谢一阳，今天第1次登上我们的对战台。我的感觉是我需要知道就要抢。其他同学给我的提示也是，对于陈坤宇，只要知道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你就抢，因为他抢了你一定赢不了。我的抢答策略和之前都是没有变化的。什么时候我确定我拍的期望大于0的，我就拍。这一轮究竟谁能留下？请听第1道线索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1位物理学家。线索1：他16岁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26岁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一定是从清华来的，然后清华比较著名的关于物理方面的，根据科学家有国界这一现象，我觉得他对中国一定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完全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娃娃博士，俞敏、邓稼先、王根超，但俞敏和邓稼先好像都是出国了的。线索2：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立即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且受到了征召去参与原子弹研制计划，被任命为理论设计负责人。我们学校是有时候会给学生发小册子嘛，什么23位2弹1星云，好像一半是清华校友，这一半名字我基本都记得。他们的经历其实都挺相似的，所以我并不确定具体是谁。我觉得坤坤知道了，但是他可能知道的不止邓稼先。会想到就是邓稼先和杨振宁吗？不像是邓稼先。3，他隐姓埋名28年。好，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邓稼先。邓稼先。请告诉我你关于你所知道的这位科学家的事情。先说一件和清华有关的事情吧。清华每年新生军训的时候会要求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学校话剧团自己写出来的一个话剧，叫《马兰花开》。马兰花开的主角就是邓稼先，讲了邓稼先从小时候开始认识到物理学，准备学习物理来以之报国，到后来出国留学，也算是杨振宁的出于同台情谊的挽留，回国做原子弹。然后做了28年，直到最后，应该是一次处理事故的时候，受了过量辐射，患癌逝世。他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者。他在1986年7月29日去世的时候，临终就留下了一句遗言，就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下的太远”。今天我们正在缩短着过去几百年当中中国和世界在科学上的差距，但是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下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更加昂首挺胸地对邓稼先先生说：“这盛世如你所愿。”正确答案：邓稼先。其实我想这个答案应该你也知道，
其实他在抢的时候，我也抢，只不过我手慢了一点。但是就在这0点几秒之差之下，你目前是以1比2，暂时落后陈坤宇1分。但是不要着急，后面我们还有题目，继续加油。请听第2题。科技改变生活，材料影响世界，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产品。线索1，它诞生于1963年，由荷兰飞利浦公司首先研制而成，随后迅速风靡全球。硬盘肯定不是飞利浦，它是激光。对，硬盘不用磁材料。线索2，变形金刚、博派、汽车人和狂派霸天虎当中都有由他变身而成的角色。有那个电子狗，这是磁带吗？磁带是有可能。3，它通常在塑料薄膜待机上涂附颗粒状磁性。磁带。磁带，回答正确。虽然它已经过时了，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它的原理：在塑料薄膜待机上涂附颗粒状的磁性材料，或者蒸发沉积磁性氧化物而成。在过去50年中，它把美妙的音乐带进千家万户，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载体。啊，磁带。请听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1，它生活在我国大西北，是一种猫科动物。啥？真不知道。小型肯定不是云豹。线索2，它虽然是猫科动物，但它的汉语名字跟猫毫无关系。线索3，它的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大，但是瞳孔收缩是圆形，而不是像家猫那样一条缝。造湖那道题我选的就是它。我都说到这儿了，3个线索都出来了，没人知道吗？现在你的情况是1比3落后，还有3道题，如果要想有追上的可能，必须从现在开始发力了。请注意，线索4，他是大脸界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网红，经常出现在你的表情包里。又是表情包。特别凶的那个啊，是兔孙，我昨天刚看过。好，谢谢叶阳。感觉它是猫科。狍子吗？狍子。狍子。怎么可能啊？不对，那就错了呗。傻狍子，就是经常被大家调侃的东西，就生活在东北山林里，所以而且它也不是猫科动物，所以这肯定是个错误答案。啊，非常遗憾，这道题抢到了，但是没能答对。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叫兔孙。对，兔孙。这样，我们感知一下它的可爱之处。大脸兔孙，特别像家猫。对对对，就是它，就是它。哦，好可爱啊！但是名字叫兔孙，其实跟兔子没什么关系。兔孙是生活在亚洲中部地区的猫科动物，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广泛分布。它的体型跟家猫差不多，但是看起来要更魁梧，这得益于它异常浓厚的毛发。其实骨架子没那么大，在所有猫科动物里，按身体比例，兔孙拥有最厚的毛发，特别是腹部和尾巴的毛非常发达，可以让它卧雪而眠，不惧严寒。所以这道题非常遗憾，两人都没能得分。现在易阳还是落后2分，还有2道题了。请注意，如果这道题你仍然还是不能抓住机会的话，比赛就结束了。请听第4题。英国著名天文学家
爱丁顿爵士曾经说过一句话：证明是一个偶像，而数学家永远在这个偶像面前折磨自己。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数学家一直在努力证明的一种数。线索1：现代密码学中利用它来加密，破解密码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它的过程。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脑海中真的是有一个想法，它就是质数。我曾经读了几本密码学的书，然后里面有提到用 RSA 这种方法。加密算法 RSA 嘛，这我知道，它是基于分解质因数很困难这一点而建立的。那么有可能是质数，有可能是质因数，有可能是因数，不知道，不敢讲。线索2：它的个数有无穷多。数学。完了。素数吧，或者叫质数，要么质数，要么质因数，要么因数，后面那俩怎么都不可能是无穷多了，所以就质数无穷多了，所以我就确定是质数了。这种数有什么特别吗？现在常用的加密法被称作 RSA 加密法，这个加密法是基于大数质因数分解的困难而实现的。然后质数这个本身也是数学界，尤其是做数论的人最喜欢研究的东西之一吧，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最开始好像是古希腊，我忘记是谁了，给出了一个素数无穷的证明。然后到近现代之后，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啊、黎曼猜想啊，这些著名的东西都和素数有关。对，回答正确，素数。我的心情是崩溃的，特别是当他还提到了 RSA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是真的能像我想的那么果断就好了，就好了。后面的2个提示就是数学家陈景润、张益唐的主要工作都和他有关。线索3是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要把一个大于2的偶数分解成2个这样的数。线索4，它也叫素数，其实就是质数，是只有1和它本身2个约数的自然数。非常遗憾，我们的易阳没能在最后这道题目抓住机会扭转战局，所以到现在1比4落后的易阳已经没有机会再扳平比分了。答题到这里结束了，谢谢。陈坤宇拿到4分，能够继续留在对战台。看一下我们的积分情况。哇，陈坤宇目前以6分仍然排在第1。他再度拉开了他和第2名张浩林以及林然的距离。张浩林、林然以3分紧随其后，后面的4位仍然还是1分。谢一阳以1分登上积分榜，祝贺你！各部人准备，好热啊！温度已调低。你好聪明啊！谢谢夸奖，我还会找美食、背古诗、说笑话。查天气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接下来1对23，比赛升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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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赢！要赢！虽然说之前赢过一回，但那次真的是运气成分。附加题让我撞到我专业方向上了。这一轮毕竟他们人多，取最大值嘛，所以常识题啊，他们基本是不会错的。那唯一一种能拉开分差的就是天文题。嘿嘿 ，What is this？ 这是传说中的不倒翁。这个不倒翁能推吗？别碰我！不能推啊！不能推！真的不能推吗？不能推！看看你的极限大概在什么地方。到这儿我松手，你别动啊！啊。你要来试什么？什么？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啊，没事没事，放心推，放心推。别推，别推，别推！小妮，你放心推，没事。真的吗？没事，放心推。曹老师是你说的哈，你放心推，没事。你放心推，没事。别推，我自己。别推，我自己。别动，别推，没事，没事，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
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太刺激了，那个是极限，我觉得。我刚才感觉我已经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但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就是相信科学，我还能回来。来研究一下这个大玩具吧。这是，哎，这是一个摩天轮。这里有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卡住了。你看，这有一个70公斤的大棒棒糖的配重，所以如果拿掉安全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我们试一下，上面有个椅子，我们把椅子先转下来。好，这是要干嘛呀？哪个游乐场的摩天轮是人工在这转的呀？等一下，你撑住啊！我从那边，我从那边。这是搞什么啊？这个也太沉了吧！不行，因为这个70公斤的配重在这儿。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力大无穷。来，实验员上来帮我一下。对，我们要4位实验员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转动这个摩天轮，因为我们2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以撬动这70公斤的配重。哎，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应该舒服一点了。再接着往下，又开始难了。我如果坐上去，你再试试。这装置一共多沉？你终于主动愿意上去一回了。那就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上去？好，接下来我们的自动转动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吧？马达启动，我们的转速是每分钟3000转。3000转。我是坐上了个洗衣机吗？3000转。小尼，现在你再试试。真的吗？可以。你看，刚才我们2个人推都推不动，现在小尼非常轻松的。好轻松啊！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小尼，缓缓的，哎，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哎，好舒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倒翁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摩天轮的实验，中间有什么联系吗？我有一种感觉，它肯定是跟电磁力有关。我觉得它仍然是跟2个字“平衡”有关。应该就像曹老师上回说的，平衡其实不是说它停在那儿不动，很多的平衡是在动态中的平衡。都是研究重力场下的运动问题，但是呢，注意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特别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你脚下那个大西瓜，你可以把它假设一下是和我的大地只有一个点的接触的，它是个定点运动。对。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底部很重。当你歪倒的角度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应着重心上升，这个需要做功，你也就倒不下去。而你坐那个摩天轮上面，它是一个定轴转动的体系。这个转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力，是叫力矩。什么意思呢？是重力乘上中间的转动轴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叫力矩，才是它让这整个盘转动起来的能力。所以，整个这个装置的奥秘，之前我跟小尼2个人推不动，和后来我坐上去，小尼1个人就能推动的奥秘，就在于两边配重配好以后，它2边的力矩是互相抵消了的。那么它力矩抵消的时候，你提供的这力矩就是主要原因了，就是加一点力就能让它转起来。转起来了，对。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不是跟这个大大的摩天轮有关？对。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定轴转动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配重和上面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把这个摩天轮的设置进行一个更改。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如此悲惨？现在我们看到摩天轮上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的更改。刚才一个70公斤的配重，现在换成了5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第一个配重应该就在故宫旁边，第2个是在2环，这也是2环和3环之间，3环外，最后一个配重在4环上。这几个不一样的配重，从中心向外慢慢的距离拉开，
现有的5个配重是每个35公斤，在不同的点上。然后小尼的体重是73.26公斤。目前小尼是坐在摩天轮上，而摩天轮把小尼停在了2点钟的方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摩天轮半径3米，摩天轮的目前5个等重量的砝码，距离圆心的位置是60厘米、120厘米、180厘米、240厘米和300厘米。我们科学团队把小尼的体重和椅子的重量加起来，调整为100公斤。小尼坐在2点钟的位置，距离圆心240厘米，也就是小尼和倒数第2个配重距离圆心的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小尼停在2点钟的位置，如果我把卡扣打开，你觉得你自己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觉得我可能会保持平衡吧，也可能会，反正不会上去。小尼认为他有可能保持平衡，那么究竟他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平衡，或者是实验下去？现在是平衡，会上。实验开始。哎，下来了。下降。对。一个麦提在砝码的作用下，目前是呈一个往下的趋势。但是我可以告诉小尼，以我的体重50公斤，我坐上去，我就会往上转。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把小尼恢复到刚才2点钟的位置。还没想明白吧？就是因为你的体重问题。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更难。我不是问大家小尼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要问的是，现在摩天轮的状态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有一个10公斤的糖果配重，我们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能够在松开卡扣的时候让摩天轮保持静态平衡。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摩天轮上还有3个空的点，一个绿色的点，它距离圆心是300厘米，红色的点距离圆心是210厘米，蓝色的点距离圆心是120厘米。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将这一块10公斤的配重糖果放在摩天轮的哪一个点上，能够使小尼在松开卡扣之后保持平衡不动 ？A. 绿色点 ，B. 红色点 ，C. 蓝色点，请回答。我选红的，我就选红的。它上面不能重哦，它必须要上面重，把它2边压下来。看到题面就确定了这题是通过计算能算出来。没有时间算了。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陈坤宇选择了 B， 而我们的猜想团大部分人选择的也是 B， 有一部分选择了 A 和 C。我先听听陈坤宇，你的理由是什么？旋转参考点是摩天轮中心，绿色的点放在那儿是没有利弊的，所以不起到任何帮助，这点 pass 掉，所以就是红色和蓝色。这其实应该对小尼和每个配重都分别算一个例纸，然后加在一起看看缺多少，这就能放在那儿。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来得及做一个估计，所以我估计的是红色的概率比蓝色要大一些。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没有加这个10公斤的配重的时候，我松开卡扣，小尼下降的速度快吗？是缓缓下降的，对吧？对。所以也就证明，其实你和目前的配重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差别不是特别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那个速度和舒缓度，只要那边再加一点点重量，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你停下来的感觉。对。各方都说了一下自己的理由。我选的是 C， 答案是蓝的。你算完了？对，答案是蓝的。答案是蓝的。哦。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逐个进行验证，有请。首先我们验证绿色。是 A 的吧？不知道，但应该是蓝的吧？看他意思说。其实我觉得我在挂上去的这一瞬间，我就能大概感觉这个选项对还是不对。
A 肯定不对，因为它如果要左右这个平衡的话，不会在中间这个地方。来，我们验证答案 A。验证。比刚才快了。小尼还是继续下降。哎，但是下降的幅度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当你下降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砝码开始起作用了。对。所以你不会再到5点钟的方向，你的摆幅比刚才要小很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答案 B。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 B 选项挂到红色的点上。没戏啊，没戏啊！实验员现在已经把10公斤的配重挂到了 B 点。我们来看一下，尼格买提在这样一个配重的情况下，会保持平衡吗？类主答案 B。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可能很多人仍然希望小尼能够保持不动。保持不动。哇，小尼，拜拜。小尼现在基本停在1点钟的位置，他就不再动了。如果刚才小尼是从1点钟出发的话，这个选项就正确了。但是很遗憾，我们要求的是在2点钟位置的小尼保持不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更换配重，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C 上。实验员现在把最后一个选项为我们设置好了，在 C 点上我们挂上了10公斤的配重，准备好了吗？好了，选项 C， 来吧，验证开始。纹丝不动吗？正确答案 C。所以非常遗憾，各位都不能得分。那么在这道题的背后，曹老师想跟我们传递的是什么？我们首先看，这是一个由多个物体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绕中心轴，因为自身的重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问题。那么既然是绕轴的转动，那么它的驱动力或者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是力矩。如果这个总的力矩等于0的话，这个体系是平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配重或者每一个重量，其实它是扮演着2重角色。有重力的时候，提供了转动的因素；而一旦不平衡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块配重它的质量实际上提供了对整体的转动惯量的贡献。对于任意一个3维物体，转动惯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任何一个3维物体都有3个主要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它如果绕这3个特殊的主要方向转动的时候，转起来不会扭。所以说，对于高速转动的物体，比方说飞机的发动机，一定要严格要求它的转动主轴和支撑主轴在一条线上，否则的话，它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发动机会比飞机先到。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常见的3蹦子或者手扶拖拉机，我们的那个发动机就是一直在蹦，啊，嘟嘟嘟嘟嘟嘟，道理就在这一点。我们把尼格买提先放下来吧，我来帮你下来啊。所以你刚才是卡住了是吧？没有，没卡住，没卡住，为什么？卡扣一直是完全动不了，因为确实是进入平衡状态了，完全动不了。那是因为中间的轴多少有一点摩擦力。你要会玩是吧？刚才身子往外倾，你就下来了，相当于额外加了个小砝码，加力矩对。所以科学家永远比我们会玩。是的，哎，好，谢谢。很遗憾，一个实验并没有能够决出高下来，但是没关系，
最后我们总有办法分出高下。我们接下来看最后的答题环节。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3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陈坤宇现在以6分排在积分榜的榜首，所以接下来23位猜想团的成员，请用你们的力量，让他别前进得太快。接下来1对23，答题开始。我们的题目是选择题，请听第一道题：汽车发动机的防冻液主要成分是乙二醇和水。乙二醇的主要作用是 A， 用来降低水的冰点，肯定是 A 还是没的，防止水冻上吧。 B， 抑制细菌生长，保护发动机。C， 用来提高水的热容。热容不会变。防冻液，你说它是干嘛的呢？肯定就是降低水的冰点，让它不会那么快结冰。所以乙二醇的冰点是0°C13°C，与水混合之后，冰点最低可以达到0°C，可以有效的抵抗严寒对发动机的伤害。回答正确，猜想团也是 A， 所以双方各得1分。看看第二题能不能拉开差距，请听题。将一盆水放在转盘上匀速旋转，其叶面将会弯曲，形成一个凹陷的曲面。当转速适中时，该曲面的形状最接近以下哪个选项 ？A. 球面 ，B. 椭球面 ，C. 抛物面。球面是不可能的，肯定不是椭圆面啊，抛物面。我看到现在全场大概选的都是 C。这是道特别经典的高中物理竞赛题。当然，我们做的时候是要求算曲面的，或者还有在曲面上放个物块什么的。这就直接问曲面是什么。陈坤宇，为什么？首先，重力势能是和高路成正比的。在一个匀速转动的系统中，如果我们取转动的这个系的话，会被我们等效出一个惯性力叫离心力，因为它是保守力嘛，我们可以据此估计出一个离心势能来。这个离心势能是与倒圆心的2次方成正比的。那么一个2次方，一个1次方就是抛物面。听懂了吗？没听懂。正确答案，抛物面。回答正确。好，2比2。接下来，请看下一道题。将点亮的黄光发光二极管进入到液氮中冷却，将会看到怎样的变化 ？A. 变为橙色 ，B. 颜色不变 ，C. 变为绿色。天哪！我不知道。随便选一个。应该温度对光的那个啥没有影响啊。请亮选项。好，陈坤宇选择了 B， 颜色不变。而我们的猜想团 B 和 C 平了，所以选 A 的4位，请在 B 和 C 当中重新做出选择。我选 B。好，一个 B。 B。也选 B。我也选 B。 3个 B。最后你选什么无所谓了。B 吧，应该不会变吧？光的颜色其实就是代表着能量。温度会影响电子元件的电学性质。发光二极管是靠其中电子在2个不同能量的状态间的跃迁而发光的。对于多数常用半导体而言，温度降低时，这个能量间距会增加，从而电子跃迁的能量差会增大，所发出的光会往波长更短的方向变化，而相应的，黄色会变成绿色。正确答案 C。
所以这道题其实我是懵的。实际上，如果你给我足够长，比如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好好算一算能耐，我可能能给它结果算出来。液氮冷却在生活中不多见，但是与此相应的加热效应很容易观察。当发光二极管所通的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局部发热会比较严重，相应的黄色光会轻微的变成一些橙色的光。但相反，如果在冷却的情况下，它的光会变成绿色。其实原本如果几个选 A 的猜想团成员能够选择 C 的话，猜想团是完全有机会拿到这一分的。还是打平了。来听第4题。室温之下，用相同的玻璃杯盛取以下几种液体各半杯，然后用微波炉加热3分钟，其中温度最高的会是 A 纯净水 ，B 蔗糖水 ，C 食盐水。我不知道，我选了 B。蔗糖水。猜想团选了 B， 陈坤宇选的也是 B， 都是蔗糖水。正确答案。食盐水。正确答案 B 蔗糖水。微波穿透物体时，其快速变化的电磁场作用于物体中的极性分子，比如水分子等，使它快速运动，从而达到加热的效果。食盐水由于具有一定的导电性，会部分的阻碍微波穿过，从而液面附近加热明显，而内部加热会比较慢。另外，微波炉加热物体的同时，物体也存在散热的过程。蔗糖水和纯净水在微波加热效率方面比较接近，但是由于蔗糖水比纯净水粘度更大，故对流更慢，散热也慢，所以最终它的温度会高出纯净水。你们非要拖到最后一题决胜负吗？来，我看看今天到底最后这道题能不能分出胜负。请听题：一个立方体，每条棱的电阻都是1欧姆。请问该立方体的2个对顶角之间的电阻是多少？这太难了，这道题。A 1/2欧姆。不知道啊，这是并联还是串联呀？B 2/3欧姆。C 2/3欧姆。D 6/5欧姆。请作答。这得算呀。这是相当麻烦的混淆。选了一个数学上比较美观的答案。5/5吧。这道题也许会分出个你上我下，但也许可能全盘皆输。现在目前猜想团最高的比例是 D， 认为是6/5欧姆，而我们的擂主选了 C， 认为是2/3欧姆。15秒钟确实对于这个计算来讲太短了。不是5/5就2/3，我忘这数。总电阻为6/5欧姆。恭喜猜想团获得1分。我对等效电阻是有心理阴影的，当时学了那么长时间竞赛，对我只有等效电阻题碰了都发怵。最后时刻，猜想团干掉了陈坤宇。为什么？陈坤宇仍然没能够保持住他之前创造的奇迹，还是在最后一题败下阵来。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到了所有猜想团成员竖起的大拇指。看看我们的积分榜，陈坤宇6分排在第1位，张浩林、凌然3分排在第2位。我现在这个分数基本可以保进总决赛，所以也不虚。接下来关键时刻到了，下一期我们将会有2位来自猜想团成员在这一期答题准确率最高、速度最快的，会站上对战席。那么究竟是哪2位呢？其中的一位，14岁的超长小少年刘金石，他又回来了。还有一位是一位女选手，今年23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博士1年级的廖琳。
相信你们各自都是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获得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希望你们珍惜这个位置，在下一期给我们打出漂亮的一仗。祝贺2位，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第3季将向太空发射一枚结合了对地观测功能和空间实验功能的公益科普卫星。目前，空间科学实验的征集已经完毕，共有200余份创意实验方案脱颖而出，进入专家评选阶段。此次未来号搭载的实验会不会就是你的呢？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对科学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承担此次未来号卫星发射任务的朱雀1号，已经完成了总装和起数核练，准备工作稳步进行中。你的实验在哪里？快来大声说出你的想法吧！在太空中打鸡蛋会有怎样的結果呢？啲雞蛋打到去起泡嘅狀態，咁喺地球上高打蛋嘅時候咧，就可以好容易咁就可以將佢已經可以打到同埋蛋白撈埋一齊。我哋好希望可以將呢個實驗帶上太空。Yes！ 含羞草在太空中會有怎樣的變化呢？大家好，我是朱子木，来自宜昌市第一中学。我最喜欢的植物含羞草，如果把它送到太空中，它又会有怎样不同寻常的改变呢？我对含羞草进行了培育和观察，并记录了它的闭合时间和睡眠规律。我希望在太空中也可以进行记录，观察它在失重以及有宇宙辐射的环境下，它对外界的刺激是更敏感还是更迟钝？它的睡眠周期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而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启发，对人类的睡眠运动的研究提供一点线索呢？指尖陀螺在太空中能一直转动吗？加油向未来，我的实验上太空。大家好，我叫强一格，我想送上太空的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指尖陀螺。首先，先把3个小磁铁分别固定在指尖陀螺的3条边上，利用同性相斥原理推动陀螺。因为空气阻力的原因，指尖陀螺在地球上转几圈后就会停下来。那么在太空中，指尖陀螺会不会一直转动下去呢？请把我的实验送到太空吧，耶！